这个运行轨道的面跟我们的这个八大行星的这个面是不共面的。第二的话呢，它的这个轨道不仅仅是这个椭圆轨道，它还有这种双曲线轨道，有抛物线轨道，就挺多的。像我们知道的，如果是周期彗星、哈雷彗星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椭圆轨道，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八大行星这样的一个轨道。如果是一些非周期彗星，像我们去年的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这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抛物线的一个轨道。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彗星，还是双曲线的这种轨道，它可能就是来一次，它走了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这样子。我这里接下来我梳理一下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彗星啊，我就从这个时间上的来说，就倒序来说。第一个呢就是2020年5年以前的有一颗新质彗星，当时这颗彗星实际上就是当年3月份的时候被发现，但这个呢它是在一个天体物理的这个任务里面被发，就潜在近地威胁的这个小行星的一个系统里面被发现的。但是呢，它在7、6月份开始的时候就受到一个广泛的一个关注，从7月份开始就有很多的这个全球的爱好者，然后去追这个彗星，尤其是在北半球。就当时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区域呢，也是这个彗星观测的非常好的一个区域。可以说，从这个彗星早上到晚上，这长达1个多月的这个观测时间里面，我们出了很多的一个图。右边这幅图呢，是我应该是2020年的7月份，去内蒙古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拍的。当时实际上在深圳我们也拍到了，在深圳也拍到了，只不过没有这么壮观。就这个彗星它变化有多大呢？3月份发现的时候，它的亮度是18的，但是在它最大亮度的时候，它达到了0.9等，就这个亮度差了多少倍？大家可以去就大概算一下，就2.5的17次方，大概应该就是接近于1000万倍这样的一个量级，就它的这个亮度变化非常非常的快。18等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说地面的大多望远镜都是看不见的。到了0.9等的时候，我记得当时6月底的早晨，在深圳东边的话，能够看到它。在7月份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日落之后，在我们的西北的这个区域，包括偏北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很明显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天空中很大的一个彗星。另外呢，就是在2011年，这个是在南半球，这个就是一个业余的天文学家，我们叫业余天文学家，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天文爱好者，就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一个天文爱好者。他自己的话呢，就是在有这种庭院式的这种小望远镜，他也是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然后呢发现了一个跟这个星表里面对不上编号这样的一个非顶状的一个物体，所以他第一时间的话呢，把这个进行了一个报告之后呢，全球的其他的这个望远镜呢对这个天体进行一个观测，最终证明它是一颗彗星。所以这个彗星的话呢，像这个编号 C2011，这个是国际性的一个编号。最后这个命名的话呢，叫做这个特里洛夫乔伊这样的一个彗星呢，实际上就是以他自己的这个名字来进行一个命名。当时呢，他这个业余的时候，你看他观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13等的一个天体，如果是18等的话，这个轮不到这个业余的天文爱好者，就这条是个比较亮的。当时在南半球的时候，我记得就是看这个。我们中国有好多这个天文爱好者专门跑到这个南半球去，就是为了去拍这一颗洛夫乔伊彗星。这颗彗星最亮的时候是-3到-4等之间。-3到-4等之间是什么概念？它比我们的金星还要亮，几乎比这个金星还要亮。比刚才前面的这颗新质彗星的话，差不多能够亮到接近100倍，就它亮度非常的亮，当时。但很可惜呢，它是在南半球。如果它要在北半球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大家记住的就不是哈雷彗星了，就会变成这个洛夫乔伊彗星。还有一个呢，就是更早一点的这个麦克莫特，这也很著名啊。这麦克，但它也是在南半球，所以我在整理这个数据的时候，我还挺开玩笑的，就是说。我记得当时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是2008年到深圳工作的时候，当时一听到说彗星，我说北半球我们都看不到，他都在南半球去拍，还说这个南半球的人运气怎么那么好？但是南半球呢，这个地广人稀，人又不多，他要是在北半球的话，我们绝对能够把它
研究一个透彻。但是呢，这个应该说，宇宙都是公平的啊。它前面几年给了南半球，后面的近5年的话呢，几乎把这个大彗星都给了他们北半球。啊，这个07年也是南半球的彗星，当时呢，这个就是特别像一个孔雀开屏的一个状态。就这个彗星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1935年以来第2亮的一个彗星啊。它的彗星当时亮度是负的5.5的，比刚才的这个洛夫乔伊彗星还要亮，就比刚才的这个彗星还亮。而且这个彗星当时是什么？就看左边这个图，白天的时候都能看到。就白天的话，如果要是在新西兰或者是澳大利亚天气特别晴朗的时候，没有这种就是像这种浮尘的一个污染的时候，用手把这个太阳一遮，在旁边的话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彗星。这个当时的话呢，就是而且2007年那会儿，手机的一些摄影摄像的这些技术都没有现在那么好，所以当时可想而知，当时这个彗星特别亮。那我们北半球呢，在去年紫金山彗星之后，这个紫金山很厉害，又发现了一颗这个彗星。当时还说那个彗星会在今年的1月份，也可能会达到这么亮的这个级别。但是很可惜，在1月份的时候，那个彗星在还没有过今日点的时候就已经瓦解了。这个2003年再往前有一颗尼特彗星啊，这颗彗星的话呢，它亮度的话呢也达到了负2，也是肉眼可以看到。但是就是很遗憾，当时这些彗星的话呢，它几乎都是处于要在纬度比较低的一些地方可以去看。而且它发现的时候，这个彗星也很暗，是在夏威夷的这个天文台上面一个巡天的这个望远镜给发现的。当时呢是17.1的。跟刚才前面说的那个差不多，也接近于我们这个望远镜观测的一个极限。但是它最亮的时候，过今日点的时候，最亮的时候达到了一个负2的这样的一个亮度，它的变化量级也是接近于1000万倍这样的一个亮度的一个变化。这里就如果在座的有跟我差不多同龄的这个家长的话呢，应该对这个不陌生。这个海尔波普彗星，当时呢在咱们北半球几乎存在了2年的一个时间，2年的一个时间。它在1995年的时候被发现，1995年发现后，在1997年的时候，接近这个近日点的这个左右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亮度迅速的一个增亮。当时呢这个被发现的时候，其实它相对来说已经比较亮了，10星的这样的量级，但是它在近地点最亮的时候达到了一个负的1.8等，接近负2。其实这个彗星的话呢，它从视觉上效果观测的话呢，比刚才前面说的那个负2等和负4等的话，视觉效果都很大。因为你们看它的这个离子尾就跟我们星质彗星一样，特别的明显，而且它的形态保持的特别好。像前面的没电了。不好意思，先插个电吧。你一边插着电，我一边讲一边讲。其实像前面的这一颗麦克莫特彗星啊，形态虽然说是好看，像这种的话呢，我们如果观测到这样的彗星的话呢，对它抱的希望不是很大，因为为什么？它随时有可能会就是瓦解，会散掉。因为我们看到的它的这些形态，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彗口已经在瓦解到了分成了不同的这种小的部分，受到一个太阳辐射才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观测它的时候，它有可能今天它是亮的，然后明天后天它一下子亮度就迅速下降以后就见不到这么壮观的这样的一个景象。而像就是说后面的说的这样海尔波普这样的彗星的话，它的结构相对来说就比较完整一些，所以它也能够在我们的天空中长达18个月的时候肉眼可见。这也创造了可以说是观测记录上面来说肉眼可见的这个彗星的一个时间。当然这还有一个很出名这个白虎彗星是咱们亚洲的这个日本人给发现的这个彗星也很亮，最亮的时候达到了0.4的，但它还是跟这个海尔波普有差距。不过呢，可能96年的那个时间来说的话，咱们这个地球上可以说光污染没有现在那么严重它所以0.4等的一个彗星，当时呢在夜空中也非常的明显。
但这个彗星从形态上来说的话呢，我记得当时就是说它是一个绿绿的一个亮点，它的后面的这些彗尾你是看不到的，就不像这个海尔波普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彗尾。像这个白虎彗星的话，能够看到一个弥散的一个小地球在这个天空中。像这一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非周期彗星啊，它在我们这里说它是7万年以内不会回到太阳系，实际上它再也不会回到太阳系了，因为它在过今日点的时候，它的质量和形态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以后，它的这个轨道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能否在7万年以后回归的话，现在其实这个也不确定。这里重点讲一下这个哈雷，讲完之后的话，我们就讲这个彗星的一些知识啊。就哈雷彗星啊，它为什么出名？其实它出名的话，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它是第一颗被确认的周期彗星啊。我后面会讲到这个彗星，它有周期彗星和非周期彗星。就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针对于它的一个轨道是一个椭圆轨道，就是它会回来，它是会像我们的这种海王星、天王星。这样的，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周期，会像我们木星、土星，像我们地球，比如说这个太阳公转一圈是365天，然后这个彗星的话呢，它要绕这个太阳公转一圈，一般在200年以内，这样的这种彗星的话，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这种就是一个周期彗星。如果是200年以上，大概在几千年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把它叫做一个短周期彗星。短周期彗星啊，就我们人最多也就100年的时间。所以说76年这样的一个哈雷彗星，它的这个周期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短。我们大部分人的话呢，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哈雷彗星看到2次啊，上一次是1986年，那下一次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是非常确定的啊，大家可以先记一下啊，2061年的7月28号，哈雷彗星还会在回来拿到一个最大，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啊，到时候就去搞观测一下，看看它有什么变化。在天文学上来说，这个时间已经是非常的短了啊，一个76年的彗星，所以它很出名。它出名的话，因为大家都期盼着它。实际上呢，哈雷彗星在这种就是我们历史上一直从秦朝时期到这个，在我们这种就是当然就是民国时期不用说了啊，在这个明清时期的话，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记录，而且它的这个周期的话呢，几乎76年，非常的稳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期盼它2061年哈雷彗星回归的时候去观测它，这个时间是非常的一个确定的。因为其他的彗星，哪怕是周期彗星，我们几乎都看它一次，下一次几乎都看不到。非周期彗星的话呢，就基本上都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彗星，除了哈雷彗星之外，我们观测到的大部分彗星都是新发现的彗星。另外一个比较出名，这个彗星我们没有看到，它是由那个哈勃空间望远镜给拍的，就是在93年的时候当时呢发现了一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科学家苏明克列维啊，就是他应该是2个人，一个苏明克和另外一个叫什么列维的2个人发现了一个彗星，然后发现这个彗星的时候呢，这个彗星的轨道是绕着这个木星的，它已经进入了这个木星的引力范围。而且在94年的时候呢，这个彗星呢，当时呢就被这个木星的引力给它撕碎了。所以在94年的时候，我们的空间还好，当时这个哈勃空间望远镜上天了。上天了以后的话呢，当时也是在这个彗星在持续性的，应该是差不多有1年以内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话呢，这个彗星7个月，对，7个月的这个时间，7月。花了6天或者7个月6天的这个时间，不到1个星期，当时他的这个能够看到这些碎片相继的往这个木星上面去撞过去。当时呢，这个哈勃的话呢是完整的拍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太阳系里面的这个彗星非常的多，我们这个地球上面看到的流星也非常多。但是呢，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木星的存在的话呢，我们这个地球可能就会回归到大概就是几十亿年前的一个状态，就是被没有大气的时候都被这些小天体彗星然后摩擦去撞击。那我们人类的话呢，就不可能有这种人类有生命的一个诞生。所以我们人类能够生命持续下去，
我们要感谢我们旁边的守护神这个木星，因为它把我们这个对我们有潜在威胁的好多的这些小天体都给又吸到它的一个引力范围内。就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报道过，说是有一颗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会在大概就是近几年的时候，会跟我们地球达到这种就是10万公里这样的一个级别。当时还说这个概率在怎么提升，后来的话，经过这个观测的话，发现这个概率的话基本上在逐渐的降低，最后是解除这样的一个预警。那我们国家今年不是也有那个在招这种所谓的叫做什么行星防御岗，实际上的话都跟这些有关系。那讲到这些彗星，刚才就是讲到这些几个比较典型的彗星，那我们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彗星它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它？这里呢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个图就是太阳系里面的一个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图以太阳为中心周边的话呢首先是我们的8大行星，8大行星的话呢，在这个8大行星中间，当然还有一个叫做小行星带，是在火星和这个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没有画出来。但在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柯伊伯带我也没有画出来。这2个小行星带里面的话呢，尤其是柯伊伯带里面有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彗星的存在，而大部分的这个彗星超过90%，它是处在哪里？几乎是在咱们的这个太阳系的边缘，就很远，达到了接近就是在1000个天文单位以上的奥尔特云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的彗星数量有大概就是据统计估算，可能会有几十亿颗这样的一个彗星在这个地方存在。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这些非周期彗星几乎都是从这个奥尔特云里面进来的。因为它如果是在咱们的这个太阳系里面的这几个小行星带里面的话呢，以这个彗星的这个尺度的话呢，我们基本上都能够通过空间望远镜，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大型的空间望远镜，也把它进行一个观测。但是这个奥尔特云实在是太远，一是太远，第二这个彗星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离太阳很远，它就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脏雪球的形式存在，它自己也不发光，所以我们是看不到的。只有当它从这个奥尔特云里面逐步的进入到咱们的一个日地空间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然后呢受到这个太阳风的一个辐射，我们才激发它的一个汇合，开始进行一个发光，我们才能够看到它，才能进行一个观测。现在的科学手段是这样，当然也不排除像今天有就是家里面的小学生就是在以后你们从事科研工作的话，说不定到时候我们的雷达探测技术或者是空间探测技术能够去探测到这个奥尔特云之里面的一些这样的彗星这也是以后的一个工作。所以说这个天文学我们有这种发现黑洞，去发现这个引力波，有发现小行星。其实这个彗星现在我们真正的能够看到的这个彗星，到目前为止1/1000都不到。我刚才也查了一下数据，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通过彗星和我们地面上，包括这些哈雷彗星也好，哈尔波普彗星也好，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彗星不到5000颗，但是整个这个在我们太阳系以内，就是受这个太阳引力束缚的这个彗星数十亿颗，所以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庞大的。就这里把刚才这个尺度拉一下首先是咱们这个太阳系里面，它有一个小行星的一个这个主带，它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这个小行星的话呢，它的尺寸来说的话呢，相对比较小，而且也比较稳定，尺寸也比较小。另外再远一点的话呢，就是太阳系的，几乎在这个8大行星的外围的话呢，还有一个柯伊伯带，这个的话呢，就是小行星的数量就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好多所谓的就是对地球有潜在威胁的这个小行星的话，大部分也是从这个主带的这个里面来的，而更多的在外面，就太阳系的这个外围，就超过1000个天文单位，就是日地距离1000倍以上的外面的话呢，有个奥尔特云，这个奥尔特云里面的话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脏雪球在里面。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奥尔特云里面这些彗星它的
它的这个分布和它的一个就是组成的一个构成，它到底是以比如说是以这种是以冰球形式存在，比如说是以这种水干冰形式存在，还是以甲烷形式存在，哪个比较多？其实这个现在的话呢，我们都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如果把这些数据我们能够给它挖掘出来、统计出来的话，那实际上对于我们去研究这个太阳系它的一个起源，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演化，尤其是我们这个地球上面的这个大气和这个水，它到底是怎么来的？现在就是说，大部分说，那个彗星都是水，它就是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彗星跟地球上面这个水是从彗星上面来的。其实这个说法现在也不准确，就它都是不确定的。有可能等到我们的这个同学上了大学以后工作，从事这个天文学研究工作以后，这个说法它有可能就变了，对吧？我们这也是一个奥尔特林这样的一个示意图啊，它实际上它非常庞大的一个包围着我们的整个太阳系。那这个彗星的一个结构啊，这是针对于可以说是常规的99%以上的彗星吧，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首先它自己有一个固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汇合，也就是它的一个心脏。这个汇合的话呢，它主要就是像岩石、还有尘啊，还有固态的一些水或者是干冰这样子给它固化在这里面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呢也不会是这种就是完整的像我们行星、天体这样的是一个球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它可能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形态。就我们通过这些远星的话呢，也去观测过，有的长得像一个花生，有的长得像一个方块的石头，什么形态的这种都有。它由于它不管是在主带还是在奥尔特林的话呢，因为它离我们的这个太阳非常的远，离我们太阳非常远，所以说它受到这个太阳辐射和加热的机制的话呢，就相对比较少，它基本上都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存在。但是如果它一旦比如说在奥尔特林里面，它跟别的天体彗星发生一个相互作用碰撞之后，或者说它自己本来就有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动能，它在什么时间的话呢，一旦脱离它的奥尔特林这样的一个轨道，进入到咱们的一个太阳系、日历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时候呢，主要就是受到太阳辐射这样的一个激发的话呢，它就会出现我们看到的这些彗发和彗尾。在它外面的话呢，就是一个氢胞层。这个氢胞层的话，就是一些主要就是中性氢的一个原子。中性氢的原子的话呢，被这个汇合的引力给它束缚住。在这个中性氢的话呢，它一旦离我们这个太阳比较近的时候，除了这个水分在挥发之外的话，这个中性氢也会被激发，会被电离。被电离的话，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彗星还会有一个离子尾。所以我们拍彗星的时候，首先这个彗尾是非常的明显。彗尾的话呢，它就实际上就是被蒸发的这些水分和尘埃。另外还有一个离子尾的话，就是我们肉眼结构上比较难看到，但是我们通过这个CCD 的这个相机去拍它的话，这个离子尾就能够明显的看到一个它就不是像这种彗尾这些的话是反射这个太阳光。离子尾的话呢，它就是自己本身的一个氢原子被电离了之后的话呢，再进行一个激发，自己发的一个光。大概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而彗星的话呢，它本身自己的这个尺寸，如果它不爆发的时候，大概就是小到可能就是几百米，大到的话呢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这样的尺寸都有。但是，一旦它闯入我们这个太阳日地空间的时候，受到这个太阳能激发的时候，它的整个尺寸从汇合到这个尘埃尾的话，可以超过1000万公里这样的一个尺寸，就是几乎可以覆盖到，有的甚至可以覆盖到咱们整个太阳系这样的一个尺寸。这是它的一个示意图啊，这里呢就是以这种就是周期彗星的椭圆轨道的一个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它离我们太阳非常远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固态的一个形式存在。当它靠近太阳的时候，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彗尾就出现，然后另外氢被电离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个离子尾，这样就是受到一个太阳的一个辐射。所以我们要观测彗星啊，就是几乎只有等到这些它什么时候
闯到这个太阳系来的话，你就观测到它跟小行星还不一样。小行星发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是柯伊伯带里面和主带里面的小行星，相对来说都比较稳定，可以说是能发现的，几乎都被我们现在地面上和空间的这个望远镜，比如说我们地面上处在夏威夷，或者是现在我们国家青海冷湖的这种大口径的这个望远镜，都把黄道面上这些小行星亮度在17等、18等亮于18等这样的这些小行星，几乎都给它发现完了。而且它这些小行星的话呢，也比较稳定，它不会乱窜。但是这个彗星啊，它外面很多，我们几乎每年都可以看到，就是好多这个彗星，其实它就不是这个天文学家发现的，都是这个爱好者发现的。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彗星猎手？因为这个彗星的话呢，它几乎就是每年不定时的、随机的都会闯入我们这个太阳系。那关于这个彗星啊，我们就是说，可能对于我们认识彗星，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是什么？就是流星雨啊。因为彗星是流星雨的一个父母。我们知道，像最出名的，我们有一个叫猎户座流星雨，每年的大概是10月份会有一个猎户座流星雨啊。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它的母体彗星就是哈利彗星啊。因为这个彗星，尤其是这个周期彗星，它在运动过程当中都会在它的轨道上面留下一些这种尘埃，散落的这个尘埃。当我们这个地球的话呢，这个运行的这个轨道正好就是跟它的这个散落尘埃去相互交汇的时候，这些尘埃就会跟我们地球的大气产生一个摩擦，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流星雨。所以流星雨来说相对都很稳定。就我们说的这个北半球的几个稳定的流星雨，包括狮子座流星雨，它也是彗星，猎户座流星雨是彗星，还有我们的这个马上下个月的英仙座流星雨，它也是一颗彗星。当然，流星雨的话呢，它不是所有的主题都是来自于彗星，还有来自于小行星的。我们年底的12月份的双子座流星雨，它的这个母体就不是彗星，就是一颗小行星。但是彗星的话呢，以彗星的这个居多。这一幅就是10月份22年的时候，当时呢是在西冲的这个天文台，这是一个监控的时候，当时在10月24号那天晚上，22年的时候，这个猎户座流星雨有过一次小规模的一个爆发。这个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猎户座的这个流星来了好多这个流星啊，就这些。当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流星，如果给它反向延长的话，它几乎都是从一个辐射点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英仙座流星雨、猎户座流星雨，并不说是这个流星是从这个星座来的，它只是从这个星座的方向，只是刚好呢这个地球绕日公转的这个轨道运行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跟那个彗星的轨道相互有一个重叠，所以的话呢就有它的一些这个残骸进来，是这样的一个流星。这个刚才这个是天文台的监控，后面这一张的话呢是在去西冲玩的这个爱好者在西冲社区里面的营地当时拍摄的。因为我们当时呢也是对于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做了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准确的一个预测，那一次流星雨的一个爆发。那么关于这个彗星的一个名称这里提一下。彗星的这个命名规则实际上是由国际天文联合会已经给统一了。首先呢，在国际上来说的话呢，对于它来说一定会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的话呢，就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英文字母里面26个英文字母里面把 I 和 Z 给去掉，剩下的24个字母就按顺序排列，然后对应这个一年里面的12个月。每个半月内发现的彗星呢，用1、2、3数字来进行一个编号。此外的话呢，在这个彗星之前的话呢，它会加一个字母来定义这个彗星的这个性质。主要这个字母的话呢，就是确定它到底是周期彗星还是非周期彗星。就像我们看到这个 C 的话呢，一般它就是一个非周期彗星。如果是以这个 P 来命名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周期彗星。像我们哈雷彗星的话呢，它就是 1P 第一个周期彗星。除了这个编号之外的话呢，另外它会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的话呢，一般来说都会以这个
发现者或者是发现的团队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中学或者是一个公司企业，你自己发现一个彗星的话，你可以自己对这个公司企业来命名，或者是你发现的这个设备，像我们知道的那个经常用的这个所谓的紫金山阿特拉斯，这个阿特拉斯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紫金山天文台跟全球其他的一些天文台不同的这个望远镜组合成的一个网络，来搜寻这个彗星的一套设备这个来命名。这个命名的话就是周期彗星就是确定了它的这个周期，就是前面会加一个 P。我们这里说到就是哈雷彗星的话呢，我们就叫做 EP。这个哈雷呢是以它的这个发现者这个名字，实际上它的这个编号的话呢是 EP1982，就它是1982年的这个时候给它确定了这个周期的，正式确定这个周期的。它不是1982年发现的，就是它发现的话实际上就很早，就在之前的话就是已经那个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很确定的一个观测，只不过到了82年的时候，我们才把它的这个周期的话确定的1716年。另外，这个非周期彗星的话呢，像阿尔伯特彗星去年的我们的紫金山彗星的话呢，它都是非周期彗星。前面的话呢就是以 C 还有发现年份之后的话就是英文字母的这个排序，然后来给它进行一个命名。主要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彗星99%以上都是这样的，后面的这个人类的话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少。就一个特殊的话呢，就是94年的这个苏美克列维撞到这个木星上的这个彗星，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个第一，因为这个已经消失了或者不再回来了，这样的一个彗星是。下面我介绍一下，就是去年的这个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观测的一个情况和回顾去年这个彗星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呢，最早的话呢是前年23年的1月9号，是由咱们这个紫金山天文台的近地望远镜，就这个望远镜呢，它是在那个江苏和安徽的交界一个叫做西隅的一个地方，就我们说那个西域小龙虾很出名。那里呢有一台1米口径的一个巡天望远镜，是那台望远镜里发现的。就当时很巧，就当时那个望远镜它的市场很大，它其实不是专门在发现彗星，它就是每天晚上只要天气好，它就会对着这个天空不同的一个天区去拍，它很多的这个就相当于扫射的去拍，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监控，只不过是一个望远镜的一个监控，对着这个天气监控，它就去拍了之后呢，把这个数据就都存下来。你都可以去申请，就是要它的这个底片，然后来分析一下它里面有什么。当时呢，也就是分析到了，就是说，有一颗这个就是没有编号这样的一个天体，但是呢，因为当时太慢了，就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后期的一个观测，也没有调几个大的望远镜来对它进行观测，所以后面的话呢，有很长一段的这个时间，1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甚至就是认为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新发现的天体。都已经把它给移出去了，但是呢，到这个2月份的时候，南半球的这个天文台，也是这个阿特拉斯系统又重新观测到了这个天体，最后呢，跟紫金山天文台之前的一个数据的话呢对比，确认它是一颗新发现的一个彗星，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对它的这个轨道根数这些证认的话呢，是南半球的一个天文台在1个月以后给它做的观测。但是呢，它最早发现的这个记录还是被我们记录下来的，所以最后这个彗星还是以紫金山为命名。所以大家如果自己有这种小望远镜或什么的话，你要是去外面接个手机或者相机在后面去拍的那些底片，有可能的话你尽可能给它留着，哪怕就是你不知道里面的那个亮点是什么，有可能它是一个新玩意儿，后面只要就是有证据表明就是说那个是个新东西，如果你拍的这个东西，它是你首先拍到的话呢，那对于你来说，你是有这个东西的命名权的，因为发现的是你。这个卫星呢，后来在23年的2月份给它确定了轨道根数以后，随后的话呢，就预测它在24年，也就是去年的24年的时候呢，会达到一个近地点、近日点这样的一个位置，它的亮度的话呢，当时我们预测说它的亮度会超过这样的一个
还有波普彗星和哈雷彗星是肯定超过，有可能会成为我们在北半球观测到最亮的一个彗星啊。当然最后呢，它也不负众望，在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彗星我们就开始可以说在深圳早上的时候，在深圳就先拍摄到了。这右边这幅图就是很出名的，我们在那个园博园里面，朝东面的这个早晨朝东面的一个天空，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个上面这个就是彗星。大概是9月20几号的时候，在早上5点多的时候，在园博园朝东面的这个地方去拍到了这个彗星。当时这个彗星就可以看，就是我们几个阶段，一个呢是9月20号左右，是早上去拍，因为这个彗星大家知道，它绕这个太阳去公转的时候，它会从太阳的西面运动到这个东面。它要是在太阳的这个西面的时候呢，那它就是比太阳先冒出这个东边的地平线，那就是早上去看它。当它绕过这个西面跑到太阳的东面的时候呢，那么它就是比太阳晚升起来，但是日落的时候，等太阳日落下去的话呢，它又在太阳的上面。所以一般来说，彗星回归的时候，去观测它的时候呢，就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一个晨星的一个阶段，就是早晨，你得在日落之前的话去看它，因为太阳等到日落出来以后，它跟太阳在一起就很亮，你是看不到的，除非它能够达到像这个麦克莫特这样的一种彗星，非常非常亮，然后你用手把这个太阳挡住，在旁边就能看到它。当然这个机会非常少。那这个彗星呢，就是当时在国庆节前一段时间吧，前1个星期，可以说去年的国庆节前1个星期，咱们深圳市火了一把，因为那段时间刚好深圳又是好天气，特别的通透，以至于就是说我们深圳在我记得应该是9月26号的时候，深圳首次观测到的这个彗星，就是深圳首次观测到它。当然我们深圳的这个观测团组呢，在23号已经提前出发去了这个广西，在24号的时候呢，已经在广西成功的拍到了这个彗星。但是在26号深圳首次观测到，我们一公布以后呢，包括像这个南京的、北京的这些天文学家还有爱好者都跑到了这个深圳，他们好多都是在这个深圳过的这个国庆节来深圳去观测这样的一个彗星，一直持续到了，我记得当时就是说我们给出的这个观测的时间表的话呢，说大概应该在10月3号的时候，深圳应该就拍不到这个彗星，因为10月3号的时候，这个彗星离这个太阳非常非常近，它几乎跟着这个太阳是同生同落，你没法去观测，因为离太阳很近的话呢，淹没在这个太阳的这个光芒当中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深圳天气特别好，一直到10月5号都有这个观测记录。从10月5号之后呢，这个彗星正好就是处于一个叫做绕着这个太阳。我们看前面这个图啊，回到前面这个图就是刚才讲的对这个图，就彗星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它在这个位置，你看到的这个是就是处于太阳的西侧，那就是在早晨去拍。它慢慢的离太阳在更近，达到一个静止点的时候，它几乎跟这个太阳在一起。这个时候的话呢，你是没法去拍它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这种初一的这个月亮很难看得到，因为它几乎跟这个太阳在一起嘛，就是初一的这个月亮几乎跟太阳在一起，你没法去拍到它。但是当它绕过这里的话呢，绕到太阳的东侧的时候呢，它就是在日落的时候，它出现在太阳的一个东侧，这样的话就能够看到。所以这颗彗星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刚好紫金山这个彗星从这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深圳的话来说的话呢，都把握住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气，也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我在今年的时候想把就我们去年的一些关于这个彗星的一些观测成果跟大家就是进行一个分享。第二的话呢，也是就是说根据这个概率近5年的时候，这个彗星看的特别多。也说不一定，就是今年马上我们会发现一个新彗星，然后去预测它在明年或者什么时候它又达到一个最亮，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一个彗星的一个观测，这样的一个这种就是计划。就过了这个近日点之后呢，在10月12号的时候开始，
这个彗星跑到这个太阳的东侧呢，就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深圳成功的观测，而且当时我们也是除了这个深圳之外，我们为了保证对这个彗星尽可能的持续性的观测，多方面的观测，成像、测光，就看它亮度是多大，然后拍它的这个外形。还有就是光谱的这个观测呢，我们也是分成了，除了深圳之外，我们还分了有3个团队，一个团队呢是去了内蒙的阿拉善，还有一个团队的话呢是去了川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跑到了一个南半球，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比较靠北的昆士兰州，然后去拍这个卫星。但是，这里后面咱就可以先分享一下这个卫星。就这个呢是在9月24号、25号的时候，是我们的团队去广西的时候，当时广西是那种喀斯特地形啊，就特地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广西的24号的凌晨，在白色啊，这个喀斯特可以看到，就精确的计算，就是这个彗星会从这个地方的这个时间点和升起来，然后也是事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关于这个彗星的这种就是选点位置的选点，还有彗星的这样的一个轨道，还有它的一些数据的计算是非常的一个精确的，然后呢也是准确的出现在这个地方。当然现在计算这个的话呢都不难，大家手机上面都有各种的这种天文的一些软件，还有一个现在如果喜欢玩摄影的话呢，还有一个叫做巧摄这样的一个软件的话呢，它一般来说像有月食、有大月亮满月、有日食，现在它还会把这个有这种彗星，直到确定这个彗星会出现的时候呢，它巧车里面的话还可以把这些天体的插件给它放进去，巧车也能够可以给你精确的去模拟这个天体在哪个位置。这个就当时9月24号凌晨，这个是放大以后拍的这个彗星。后来呢，就是拍完这个喀斯特地貌，天气变了。24号凌晨拍完之后，早上睡一会儿觉，然后马上又紧接着开车开一个白天，开到山上去，然后又在山上，然后25号的凌晨又紧接着在这个白色的云龙山，然后继续去观测这个彗星。当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拍摄参数，用了一个索尼的A7S3的一个机身，加上一个50毫米定焦的0.9尾的一个镜头啊，这个不要被这个镜头吓到，这个镜头很便宜，大概就是2000多块钱，不是那个徕卡的0.9，就是我们一个国产的一个镜头很便宜的，这个图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设备去拍摄的。25号凌晨，就是这个呢，就是用望远镜拍的。这个就望远镜拍的话，就把它的一些结构，像它的这个汇合，还有汇合里面的话，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就是再用更大的望远镜，还能够拍到它的一个反尾，就是一个针状结构。然后这个就是用一个焦距大概是1000毫米的一个望远镜去拍到的这样的一个彗星。就当时从深圳出发，直接开车过去，就大家看这几套设备，总共的这个重量是接近200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备，然后要把这个设备给弄到这个山顶上，有时候还要弄到这个码头上面，然后去拍这个彗星。所以说图看的是很好看，但是这个天文观测说实在真的是非常辛苦的，而且这个彗星啊，它还不像我们拍个银河。拍个猎户座大星云，天一黑的话，你去拍可以拍很长时间。这个彗星的话，它是怎么回事？在日出以前基本上就只有大概不到半小时的观测时间。因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辉光，这个日出的这个晨光的话呢，在这个太阳如果离日出之前，它再有半小时就日出了，这个时候的话，彗星就看不到了，因为整个天都亮了。这个彗星全部会笼罩在这个日出之前的这个晨光当中，所以早上的这个观测时间几乎就只有不到半小时的观测时间，要抢着这个时间去观测。在此之前的话，大家都必须把这个望远镜精确的给调整对着这个天体。所以大家想要去拍这个的话，一次一般是不能成功的，基本上要经过好多次就可以。这也是
望远镜去拍的。这个是26号凌晨，然后又从刚才说的这个白色的这个龙云山，然后辗转到了防城岛去了。这个就是反正那一段时间我们算过，就是3天吧，出去了3天。3天的话呢，就是几乎早上都在拍，白天都在开车，然后大概就3天的话呢，开了有来回加起来有接近4000公里这样的一个旅程。我们这里这里面是有卫星的，对吧？这个除了广西，我们深圳的这个团队，26号的时候呢才在深圳拍的。其实我们在深圳24号的时候也在尝试着去拍，但是很遗憾都没拍到。一直等到26号的时候呢，在深圳首次拍到了。其实当时这个关注度非常高，几乎深圳的这些摄影爱好者还有天文爱好者，全部都在这个东部惠州、梧桐山顶这些马栏山都在等着拍这个卫星啊！终于在26号的早晨呢，在深圳市的天文台的东面，这个是3点档，拍到了这个卫星。这29号，这个是后续的，就是29号国庆以前了。当时拍这个彗星还有个很好玩的一点，就我们人没有在这个天文台，我们跑到这个西充社区里面去，想计算了一下，想拍这个彗星跟这个天文原理的一个合影。当时呢，我们拍这个彗星还在那里等着，说为什么还不出来？后来看到这么一束光，我们还说这个海面上的这个船怎么那么讨厌？在这个早上还把这个捕鱼的这个灯光还朝天空去打，我们误认为它是这个渔船的这个射灯嘛，结果后来发现它不是这个射灯，它是彗星。这个彗星的这个光芒就拉得非常的长，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缩小之后它起来以后，当然我们这个计算还是稍微偏差了一点，没有让它精确的定在这个原点上面。后来我们想，这也差不多了，因为要给它精确的定在这个上面，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就是我的这个 GPS 这个定位，我得给它定到这种10厘米这样的一个精度范围内，我们才能够去给它采准。这个是用望远镜，就也是用一台1000毫米焦距的这个望远镜，在天文台当时日出以前，这个是日出以前它的这个形态去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彗星，就日出的时候，当时它的一个结构，大家可以记住这张图啊，一个汇合非常明显的一个汇尾，这个紫金彗星拉得非常长，就细长的这样。就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用35毫米的定焦镜头，长边的话是框不下这个彗星的35毫米的一个定焦。29号呢，这个就是阿拉斯彗星，我们看一下这还做了一小段那个临时是，就星，首先早上啊天慢慢的亮，这个星空在升起，然后天逐渐亮，这个光线出来，以为它是雨神光，后来发现它是彗星。但是后面的话呢，它这个就有一拼。其实天气是很不好的，那天运气也特别好，高空有云，刚好在彗星出来这个时候，这一块没有云，就把它给拍到了。白天都能看到。白天可以，但是不要去看，因为很危险。它离太阳实际上是非常近的，它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的大小大概是0.5度的大小，它当时离这个太阳的话呢，只有不到10度，就是说太阳你稍微偏一点，它就在太阳旁边。如果你要去看它的话，你要用一个双筒望远镜或什么去找这个彗星的话，稍微不小心的话，太阳就跑到你这个望远镜里面去了。所以说，如果不是这种就是说用天文的这个跟踪的这个软件或者是设备去可以精确的让它指着这个彗星的话呢，千万不要在这种就是观测彗星的时候白天去找这个。就这里可以提醒一下，就大家留意啊，一般来说大家不会自己用这个眼睛或者望远镜去找这个太阳，去看太阳，谁都不会。但是呢，就是太阳旁边来说的话呢，一般它会有什么天敌？在彗星过近日点的时候，彗星在太阳旁边，千万不要去看。另外一个，金星和水星经常会跑在太阳旁边。金星和水星，因为它在我们地球轨道之内，它尤其是它最大的时候，它刚好在这个太阳旁边。
也千万不要去看金星。我是金星和火水星怎么看呢？就日落以后，这个天空中最亮的那个星就是金星，或者是出以前东方最亮的那个星就是启明星或者是长庚星，那个时候去看看就行了，千万不要在那个白天的时候去找。另外一种就是在这种就是有时候发生这种我们叫做这种就是日食的时候明年就会有日食。日食发生在处于这个月亮会跑到这个太阳旁边，这个时候去看日食，尤其是日偏食的时候，也千万不要用望远镜直接去看这个太阳，一定要用这个专业的这个日光设备去看。我们接着讲这个，就当时这个阿特拉斯彗星，就9月30号就一直在拍，就不光是我们在拍了，整个这个天文台山下，那2天就是扛着这个长枪短炮的有望远镜的，就一直守在那里，守在那个地方去拍。有这个当时也是这个望远镜非常，就是在望远镜里面的话，这个彗星就是汇合特别的集中。其实这种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是很开心的，就不希望它出现像那个麦克诺特那种一个孔雀开屏的这种彗星，因为它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它就跟这种苏梅克列维这样的彗星就会撕碎了，已经瓦解了，很有可能第二天就看不到。像这种的话，它越集中，就说明它的状态保存得非常良好，能够观测到它的时间就越长，它可以坚挺的挺过这个近日点，因为好多这个彗星就是在过近日点的时候离太阳很近，整个汇合被吹散了，被发散了，那个时候就突然间闪光一现，就是火一把，然后后面就没有了。事实证明，就是这个彗星的话，它一直停下去。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就是以这个天文院这个全景，然后看这个彗星逐渐变远。然后过了大概就是10月2号以后，这段时间的话呢就拍不到了，早上就拍不到了。然后大家都在等着这个彗星在过近日点，准备转到太阳的东侧去，然后准备在傍晚的时候拍。我们刚开始呢，在10月3号左右，深圳天文发的这个关于这个彗星的预告是说，它晚上的话呢，大概会在13号左右适合开始进行一个观测。但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对的，我们呢很尝试在10月12号的这个傍晚的时候呢有观测，但这种呢很模糊，这个是用那种长焦给它拉得很近的时候去拍到的。我们要用这种手机或者常规的相机的话呢，完全是拍不到。但是往后面一点的话呢，就是过到这种差不多就是13号、14号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清晰了。就这个呢是用望远镜，望远镜的话呢就是在昏期，就是在日落以后。深圳市天文台的用这个望远镜首次拍到的这个彗星，它的整个结构和形态跟之前有所不同的，对吧？我们也是另外一个观测组，在日出之前去了这个广西，在彗星过到这个近日点，转到太阳的东面以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就为了对这个彗星后续的这个观测。我们分了几个组这就是我们其中一个组，可以看到说大家其实这些都不是行星，都是设备，这些箱子里面全部都是设备，全部都是这个设备，就拿着去，然后呢去到了这个阿拉善呢，然后去观测和加进行一个直播，这个当时看到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画面，当时如果大家应该都能看到回放，如果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深圳天文的微信公众号，它的视频号里面。在去年的10月14号有一次这个彗星直播，它的直播画面就是这样子的，对。而且直播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个明显的这个彗星反向，有一根针状结构，这个已经出来了。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过去观测彗星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它只在理论中存在，但是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成功的给它观测到了。它是什么？它是这种，就是彗星啊，它的这个尘埃它密度比较大，它这个密度比较大。就是可以说是比较重的这种尘埃，它受这个太阳风的这种就是辐射的话吹不散。刚好我们这个它在过这个
太阳的这个近日点的轨道的时候，跟我们这个地球的这个轨道面相交接，我们视觉上面看到的一个效应，就它的一个反向的一个这样一个真正的结构啊。当然，它实际上在空间来说的话呢，它不是说是一颗彗星就是说是长成这样子它下去，它是一个立体的。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平面，一个投影。就之后的这个追星啊，这里呢，另外一组人员呢也是我们单位的啊，就到了这个川西，在21号的四川的一个八塘县，他在一个雪山的做了一个前景，拍了这个银河，这个是金星，然后跟这个彗星啊是。就我们出行的话呢，也不说是随便去的，我们也基本上都是提前要看一下这个天气，什么地方的这个天气好，然后只会往这个天气好的这个地方去。这个呢就比较有意思，正好就是我们还有跟这个国内的另外一个天文爱好者，我们一起呢也是去到了这个南半球的这个新西兰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颗彗星的。实际上南半球呢观测这个彗星条件非常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彗星它的位置呢比较靠北，所以我们在这个南半球的话看这个彗星几乎贴着这个地面。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在北半球的话，这个彗星是比较高的。我们在这个北半球的话，这个彗星就相对比较高；到了南半球的话，这个彗星的话呢，就实际上就是比较低，因为我们这个方位它刚好是朝一个北的一个方位，因为这个彗星在北，所以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就是说在刚一开始我说的就是从2001年、2007年左右那些很亮的彗星都出现在南半球，其实我们要在北半球，假如我们一个低纬度的一个区域。那个时候我们要是能够上这种比如说这个叫做去三沙市，我们海南的三沙市的话，我们也能够拍到就是南半球那几个非常亮的这个彗星。这个是当时在新西兰的南岛，应该是在基督城的一个西南面的一个没有光污染的一个区域。这个是彗星，中间这个是金星，然后这个是银河，这个是一个银河。然后这里带一点红色的这个是什么？是极光，这个是极光是极光。然后这两个天体是什么？这两个天体是咱们在北半球看不到的，它是位于南天的，叫做大小麦哲伦星系，它也是离我们银河系最近的两个星系，只不过它星系呢相对比较小，就是大小麦哲伦星系离我们的距离大概是10几万光年这样。后来呢，就说16号，我们又往北走了一点，就从新西兰走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它就靠北一点，所以这个时候看彗星的话呢，它高度就又高了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亮度在急剧的一个下降，就没那么亮了这里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的一个算是一个沙漠里面这也是金星和这个银河。同时呢，这颗彗星的话呢，就是也是在这个地方用望远镜拍的，可以看到除了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没有